我是人人艳羡的四皇子妃，不日就要荣登皇后的宝座。突然，圣上传旨，四皇子贬至宁古塔，府上众人四散奔逃。四皇子送给我一封和离书，阿芝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我松了口气。穿越20余载，老娘终于能回俺大东北那旮达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传圣旨的小太监走后，府上一片混乱，大雪纷飞，萧玉和孤零零地站在雪地里，冷眼看着府上仆人收拾东西。雪落在他身上，平添了几分凄凉。他是皇后嫡子，从小锦衣玉食，更是板上钉钉的太子人选，何曾受过这种苦楚？但是皇后死后，圣上翻脸不认人，开始清算外戚。他母舅的势力倒台，该杀的杀，该流放的流放，他也受到了牵连。圣上有旨，四皇子买卖官爵，罪无可恕，流放宁古塔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可这根本就是凭空捏造。萧玉和在狱前跪了3天申冤，圣上都没有见过他一面。鬼都能看出来，这是圣上想让他远离京城，更是远离权力中心。但是看在先皇后的面子上，不牵连旁人，所以准许其余人离开。萧玉和垂眸不语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果然，这世上人走茶凉才是常态。可叹我半生蹉跎，竟无一人愿意陪我流放。他仰天长叹，事已至此，活着又有何意义？我瞬间警醒起来，他想死，那可不行。我的回乡之旅怎么办啊？于是我出言安慰他，夫君，你不必如此伤感，毕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所以他转身，他看到了站在廊檐下的我，快步走上前，从怀中掏出了一份和离书。阿芝，是我对不住你，原想让你母仪天下，却不料天公不作美。自此之后，男婚女嫁，你与我再无相干。我放你自由，不必跟我去受苦了，回丞相府去吧，他们必然不会苛待你。往后还能许个好人家。我拿过和离书，双手哆嗦着把它撕成了碎片，在萧玉和震惊的目光下，把碎片扬了，随着大雪飘散在空中，最后了无痕迹。我才放下心来。谁要回丞相府了？老娘要回东北啊！我止不住眼眶通红，激动的泪流满面。不，夫妻一体，我随你去宁古塔，即便是再辛苦，我也要陪你一起。天知道我等这一刻有多久了。呜呜呜，老娘终于能再回家乡了。萧玉和也罕见地擦了擦眼角，握住我的手微微颤抖。他高兴什么啊？难道他也是东北的？穿越之前，我是个东北人。大学毕业，找不到工作，干起了烤串生意。无数条洋命在我手下丧生，铁签子抡得冒火，吃过的都说好吃。我靠着烤串攒下好几套房产，下一步的计划就是面向全国各地，走出亚洲，冲向世界。结果宏大的愿望还没实现，我不过是吃了个冻梨的功夫，莫名其妙的胎穿了，成了丞相府的嫡女，后来顺理成章嫁给了萧玉和为四皇子妃。老实说，萧玉和对我不错，府中没有姬妾，全凭我做主。我们俩相敬如宾，嫡妻该有的我都有。他甚至将王府的琐事都交由我处理，从来不问过我一句。他主外，我主内，没红过脸，没吵过架，我们是多少人羡慕的眷侣。事实是，他没有时间，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堂上，还要时不时地忍受圣上的责难。仅仅是因为他在整理奏折时出了错，就被圣上打了20大板。被抬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发了高烧，血肉模糊，神志不清，还念叨着他对不起父皇的信任，都是他的错。自责内疚几乎充斥了他的内心。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实则备受折磨。可是偏偏他自己看不出来。作为东北独生女，我很受家里宠爱，我很清楚爱与不爱其实很明显，所以一眼就能看出，表面上对他委以重任的圣上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喜欢他。若是真拿他当个宝，何须一直是个四皇子，早早封了太子就好了。权力在哪里，爱就在那里，只可惜萧玉和看不明白。可怜的娃，这只是你爹在 PUA 你罢了，他只是被当成一个麻痹外戚的工具。
我有时候看不过去，试着提点一下，父皇也太狠心了，你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，就这样训斥你。有没有可能，他根本就不看重你？萧玉和眉头一皱，莫要胡说，是我对不起父皇的期望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捏了捏我的鼻尖，是不是我最近陪阿芝的时间太少了？等到出空来，一定与阿芝出去游玩。于是，我闭嘴了。一是因为他如沐圣上已久，在他眼里，圣上就是神，神怎会有错？而且让他意识到不被爱太过痛苦，他的确未必信我。另一方面，我也自顾不暇，我将终身受困于京城，遥望家乡东北。别说烤羊肉串了，我的人生只剩下蒜账和绣花。所以穿越之后，我成了个绝望的东北人。我无数次的想偷偷回到东北去，后来才知道那里距离700多公里，每天走25公里，需要走2个月，能要了我的命去。而现在，我激动的眼泪止不住，这简直是公费回乡啊！我死死拽住萧玉和的袖子，拼了命的摇头，想和离，那也得到了东北再说。圣上应该是厌烦了萧玉和，不想再看见任何跟先皇后有关的人，连打点行囊的时间都没留下，只是催着我们赶紧上路。不过好在他也没想赶尽杀绝，还是想留萧玉和一条命的，给我们准备好了高档的马车。我坐在宽敞的马车里，心情止不住的开心，打算重操旧业，烤羊肉串去。到时候我一定能打造自己的品牌，把前世未曾实现的愿望再实现一次。秘制的酱料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。至于萧玉和，他则在前面赶马车，粗劣的麻绳磨破了他细皮嫩肉的双手，鲜血淋漓，他却一声不吭。还是中途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我才发现的。娇生惯养的皇子当了车夫，他眼圈发红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抱歉，是我没用。我轻柔地帮他包上纱布，又吹了一下，满眼都是心疼。你可疼吗，夫君？可千万别疼坏了啊！现在他可金贵着，没有他，我就算是到了东北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他摇摇头，把我搂在怀里，很是可怜。阿芝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我把他撵到车里去，自己翻身上马。的确没用，你骑马还没我骑得好呢。耳边风声呼啸而过，我心里涌上一股快意。封建社会的世人对女子要求太过苛刻，我连门都不能经常出，更何况是骑马。而今总算是能痛快一回。萧玉和坐在马车里，咬牙对我说：“阿芝，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。你放心，有一天我们会再回到京城的。”我的笑意凝固在了脸上。不要啊！是什么让你有了这么危险的想法？我们留在东北烤串不好吗？老想回来干啥啊？我试探的让他安心跟我跑。夫君，你也看到了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，京中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你挂念之人，也没有什么挂念你的人，所以咱们就好好留在东北烤串吧。但我没想到萧玉和的情绪更加激动，他摸了摸我的发顶，经此一遭，我也看清，身边唯有阿芝可信。我此生定不负阿芝，我要与你同登帝王之位，共享天下江山。不是大哥，我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语文课谁教的？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？东北果然还是那个东北。此时本就是冬天，京城里都下雪了，这里更是冷得让人打哆嗦。零下30几度的气温是有了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，呼出去的气体变成了白雾，熟悉感迎面而来。我看着周围的建筑上的冰锥，抬手摘了一块下来，握在手里一点点化掉。呜呜呜，老娘终于回来了。再回头，萧玉和坐在马车里，双手抱胸，冻得嘴唇都发紫。他是流放之身，即便贵为皇子，也不能住太好的地方。随便给他分了一处破落院子，毫无人气，不知道荒废了多久。翻了半天，也只找出一条薄薄的被子，根本就不能御寒。萧玉和把自己身上的外袍脱下来披到我身上，是我没考虑到，早知道带些暖和的衣服来了。他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像极了做错了事情的孩子，双手冰凉，我都怕他发烧了，还得伺候他。萧玉和苦笑，轻轻
不该随我来的。思及良久，他递给我一把匕首，若是卿卿有一日厌烦了，就用这把刀杀了我。父皇忌惮我已久，我活着只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你若是能让我暴毙在此，说不准父皇还能给你一条富贵路。嘀嘀咕咕的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大老爷们怎么天天琢磨着去死呢？我接过那把匕首，刀剑锋利，削铁如泥，可以用来杀羊。萧玉和松了口气，眼里闪过一丝受伤和释然。他又在脑补些什么东西？我扔给他一把扫帚，你去把这里打扫出来。如今我不用顾及他的身份，自然指挥起他来理直气壮。萧玉和呆呆地拿着扫帚，然后呢？我看都没看，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搭火炕。我拍了拍手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满意地盯着眼前的成果。20多年了，我竟然还没有手生。我点燃了旁边炉子里的煤炭，热气经过火炕变得温和。萧玉和气喘吁吁，也顾不得仪态，随意坐在地上，指着火炕问我：“青青，这是何物？”我们俩这一顿折腾，门口聚集了一群人，好奇地往这里面打量，又怯生生地不敢进来。他们大多数面黄肌瘦，脸上不见血色，就连小孩子也没有婴儿肥。萧玉和解释道：“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地的居民。”他长长的叹气。我朝虽然物资丰盛，但此地距离京城甚远，难以触及，故此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我看他周身弥漫着寂寥，平心而论，萧玉和是个好人。这时候了，还惦记着百姓。若他真的顺利继位，应当是海晏和亲的盛世。就是他那个爹不做人。我冷笑一声，到底是因为距离甚远，还是因为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？天高皇帝远，我自然可以随意区他爹。我早就看明白了，他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内算计萧玉和，对外一心只想打仗，好大喜功，这才没钱来发展这些地方。没关系，我搓了搓手，既然我来了，当然要让这片土地重现荣光。有大胆地指着我搭建的火炕，上手摸了一摸，眼睛一亮：“这位夫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可以这么热？”我这才意识到，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火炕这一说。我细心地给他们介绍，他们眼睛越来越亮。有人开始哽咽，如果早有这种东西，俺娘或许就不会冻死了。越来越多的抽泣声响起，大家脸上难掩悲凉之色。我心里复杂难言，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我其实都很难接触到冻死人这回事儿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我想起京城里的繁华，皇宫点起的万盏灯火，不过如此。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：“请这位夫人教我们。”银河生此起彼伏，我抄起袖子，干就完了。这一干就干到了晚上。我捶了捶已经酸痛的腰，萧玉和也不遑多让，脸都已经被炭火熏成黑色。我没忍住笑出声，以往他都是严肃认真、金贵高傲，这样可不多见。他抹了一把脸，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尖，结果越抹越黑，我笑得越来越大声。他脸上又浮现出一层绯红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我咽了咽唾沫，果然是灯下的美人最好看。他被我盯得不好意思，低下了脑袋。由于我教会了邻居搭火炕，他们送给了我一些吃食。我不禁感叹，果然东北人的热情是刻在骨子里的。随便跟萧玉和对付几口，我拽住他的胳膊：“天晚了，睡觉吧。”他的脸越来越红：“我们睡一张床上。”“不然呢？老夫老妻了，他害羞个什么劲儿？”我一把将他推倒在炕上，闭眼睡觉，而他则像是被我欺负了的小媳妇，委委屈屈不敢说话。他缩在角落，也被我拖过来，两个人挤一块儿，更暖和。我迷迷糊糊睡去，周身的温度越来越高，尤其是腰间，更是烫得我难受。这火炕这么顶用吗？东北人几大爱好：洗浴、打麻将、撸串。我重操旧业，提刀宰了几只羊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似风卷残云，主打一个稳、准、狠，把萧玉和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半天，他看着我沾满鲜血的双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憋出来一句：“从前未见夫人有这般英勇。”我垂下眸子：“那可不是吗？世家贵女当以善为美，
连踩死一只蚂蚁都得跟佛祖道歉半个时辰，更何况是提到杀生。我随意摆摆手，你没见过的还多了去了。在京中的时候，萧玉和不只是我的夫君，更是我的主子。我跟他讲话向来是利益周全，笑不露齿。到了这儿可就没那么麻烦，我也懒得管他是什么皇子不皇子。我在他愈发震惊的目光中，迅速处理好了几只羊，把它们都变成了烤串，熟练的让我以为回到了前世。萧玉和只觉头皮发麻，好像下一秒我手中的刀就会落在他的脑袋上。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夫人好熟练。然后我邀请了一群原住民坐在火炕上吃烤串。萧玉和别别扭扭，放不下身段，这成何体统？我生气了，把他拽到炕上，按在众人中间。你哪来那么多事儿？其他人笑道，虽不知二位从何而来，但既然住下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萧玉和解释，京城而来，我本是先皇后所生的四皇子，如今被废为庶人，流放至此。说完，他也意识到不对劲儿，慌忙解释，没有说这里不好的意思，只是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爽朗的笑声打断。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也算是见过皇子了。什么废不废的，来都来了，我们便交个朋友。还有一位身材精壮的年轻人举杯敬了萧玉和一杯，久闻四皇子大名，前段时间我们这里闹饥荒，缺粮食，朝廷下来的赈灾款却被贪官昧下了。听说是四殿下据理力争，才查明此事，重新拨款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其他人也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你，要不然俺们还真得被饿死了。要我说啊，这么好的皇子被废，是那皇帝老儿不长眼。天高皇帝远，他们嘴上说话一直没个把门的。我瞧了萧玉和一眼，他倒是真的办了很多好事儿，可惜啊，因为身份原因，引得他爹猜忌。萧玉和也终于活络起来，他端起酒杯，腼腆一笑，都是我分内之事，劳烦诸位记挂。从今往后，我与诸位便是一样的人，绝无尊卑之分。他们在那客客气气的功夫，我在喝酒。我一直都是个酒蒙子，但奈何酒量一直不好，菜淡爱玩，太丢东北人的脸了。古代的酒大多数都是粮食所酿，度数很低，但纯天然无污染，比那些工业酒精勾兑出来的强多了。过了这个村，可没这个地儿。我一杯又一杯，已经不知道天地为何物，晕晕乎乎的。我扭头看见了萧玉和，他脱掉了繁复的礼服，只穿了一件中衣，正在收拾大家吃剩的残局。我脑子越来越晕，一时间分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。我盯着萧玉和的背影发愣，这人谁来着？我点的男模，看样子身材真好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今晚上我吃的这么好吗？他在那忙前忙后的干啥？我钱都花了，难道是来看他做家务的吗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干点正事儿？于是我跌跌撞撞爬起来，踉踉跄跄扑过去，从后面抱住了萧玉和的腰。他动作一僵，慢慢转身，耳垂都要滴出血来。夫人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理解，干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又恍然大悟，这可能是个厨，第一次接这种活。于是我踮起脚，亲了亲他的嘴角。帅哥，你哪位？他瞳孔放大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随便哪位也不重要，长得帅就行。于是我揪住他的领子，把他衣服扒了个乱七八糟，露出白皙的胸膛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这8块腹肌，今晚上这钱花的值。我伸手摸上去，边摸边往他怀里钻，借机占了不少便宜，逮着他亲了好几口。他却往旁边躲，手还攥着我的手腕。谢之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捏住他的脸颊，环住他的脖颈，把他逼到炕上，心中了然。第一次，没关系，姐教你。我主动亲了一下他的喉结，他浑身都在发热。然后就是萧玉和咬牙切齿的声音：谢之，你在干什么？谢之，你别碰那。谢之，你再说一遍。你拿本王当什么了？啧，这话真多，下次点个话少的。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头痛欲裂。昨晚上喝断片了，我什么也不记得。睁开眼，对上了萧玉和阴沉的脸。谁又惹着这祖宗了？
见我醒了，萧玉和冷哼一声，谢之，我是谁？我莫名其妙，他也喝断片了，但还是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。你是萧玉和，当今皇上的第4子，现在是个庶人。但他显然不满意我的答案，眼眶通红，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君。他委委屈屈，咬牙切齿，我才不是什么野男人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我的腰间有些酸软，结合着满地狼藉，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。萧玉和竟然趁机占我便宜，呸，真是衣冠禽兽。而且，妈的，被占便宜的是我，他委屈个什么劲儿？但本着他还是我夫君的原则，我敷衍地哄了几句，对，你不是野男人。他继续红着眼问我，那你外面还有别人吗？我一脸问号，大哥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你当年贵为皇子，给我8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给你戴绿帽子啊。我的9族是不打算要了吗？萧玉和咬住后槽牙，声音几乎是从嗓子眼里钻出来的，谢之，我已不是王爷，你若真是心属他人，我亦无法阻拦。萧玉和委委屈屈，方七书我给过你，明明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为何我将一腔真心付你，你却要返回来？他甚至带上了哭腔，但我只求你一点，自己处理好，莫要把他带到我跟前来。我这人有个好处，喝完酒之后，第2天就什么都记不住了，所以从来不会因为酒后胡言乱语而感到尴尬。据说，我曾经拿着扫帚当自行车骑回家，还被朋友们录了视频。又据说，我曾经把楼底下的狗当成闺蜜，搂着它哭了半小时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心里咯噔一下子。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也不知道我昨天到底说什么胡话，但看这个样子，理亏的多半是我。我软下嗓音哄他，我也没有什么野男人，只有你一个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当真？我狠狠地点头，真心实意的夸奖，你也看到了，在是皇子的时候，你做过多好事，大家都记在心里。萧玉和，这件事情错的从来都不是你，而是你那眼瞎的父皇。若有朝一日你能继承帝位，绝对要强过他数百倍。勤政爱民，当属明君典范。萧玉和浑身微颤，阿芝当真这样觉得？我心底微叹，这得是受到了多大的打压，连我夸奖的话都不愿意信了。那当然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萧玉和若有所思，都点点头，那我必当如阿芝所愿。我胡乱的答应，反正事到如今，他也不可能真的谋反篡位，却全然没见他那发亮的双眼。我对着茫茫一片白雪发愣。回乡的感觉是好，但是现在的东北有点太过落后，怪不得发配人都往这儿赶。古代重农，以发展农业为主，东北气候寒冷，不适合农作物生长，自然少粮，不如江南和中原。据邻居所说，每年冻死饿死的人太多了，朝廷的赈灾粮下来，还要先喂饱一层一层的官员，他们抽走了大量的油水，有几个能真正在乎百姓的死活呢？萧玉和垂下眸子，我原以为这天下是太平盛世，却没成想是我太自大了，是皇家对不住你们。而大家却笑着对萧玉和说，四殿下的美名我们还是听过的，因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。我也愁得不行，没有粮食，谈何发展？我总不能给他们来个工业革命吧？但好在这个地方竟然有塑料这种东西。我沉思，有了塑料就有大棚，粮食这种事情自然迎刃而解。我招呼着邻居架起基本框架，把塑料蒙在上面。白天太阳透进来，给农作物足够的温度；晚上用干草遮住，又能恒温，完美解决了温度太低的问题。邻居惊叹，竟然还有此等妙法，着实是夫人聪慧，我等竟然没曾想过。3、4岁的小朋友仰着脸问我，带着还未褪去的天真与稚嫩，姐姐，我以后是不是就能吃饱了？妹妹她是不是也不会饿死了？我鼻尖泛起酸意，擦了一把小朋友带着灰的脸颊。不会的，谁都不会饿死。他们忽然双膝跪地，求夫人受我们一拜，救命之恩实难回报。几声应和让我有些怔愣，慌忙把他们扶起来。扭头是萧玉和带着骄傲的微笑，遥遥相望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此刻我无比庆幸自己上辈子是学农的，虽然上辈子没找着工作，干起了烤串的生意，但是这辈子派上了用场，
能帮忙改良农作物。我靠着仅有的没还给大学老师的知识，一步一步搞杂交。我虽然没有让他们成千上万倍的翻产量，但可以让他们多产一点。邻居们也很听我的话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天天泡在菜棚子里，以至于忽略了萧玉和。某天晚上，我打着哈欠回家，发现萧玉和站在桌前，正在用蜡烛烧一张纸条。见我会老，他紧紧地搂住我。阿芝，京中有令，传我速去面圣，往后可能需要你自己在这里待几天。我心下一紧，这老皇帝不会是又想不开，打算赶尽杀绝，直接弄死萧玉和拉倒吧？我非草木，怎能无情？与萧玉和相伴良久，我早就被他打动。当机立断，我同你一起去。我父是当朝丞相，门徒众多，他也不敢把我如何。若有变故，我怎能看你一人去死？阿芝，萧玉和拍拍我的手，阿芝的心我懂，但是这里更需要你。他遥遥望向窗外，是满脸笑容的百姓。阿芝留在这里是更好的选择。我虽不知道阿芝这些知识是哪来的，但我知道阿芝能让他们吃饱饭。与他们相比，我萧玉和不值一提。阿芝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我早就已经泪流满面。他说的都有道理，如果皇帝真的要杀他，我与他一道回去，只能是连累家族。而且只有我能摸索出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。这里我走不开，京城我更去不得。萧玉和擦干净我的眼泪，阿芝，你信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压低了声音说，莫要我一走，你就有了新欢。我看着这么好色吗？3个月后，萧玉和把凤冠霞帔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是懵的。彼时我正在大棚里干活，弄得满手都是泥。萧玉和一身龙袍，头戴紫金冠，手捧着皇后的服饰给我。他说，阿芝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半天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不敢置信地问，你是说你当皇帝了？萧玉和点头，颇有一种然后我夸他厉害的感觉。我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那你爹呢？萧玉和冷笑一声，自然是一杯毒酒，已经办完了丧事，入了皇陵。他的人设不是被父皇破的小可怜吗？怎么忽然变成是父篡位的疯批了？我这才知道，只因为那天那句若是他能登上帝位，必然换世界一个太平。再加上这几天邻居们的状态，让他意识到他爹早就有了问题，所以动用了先皇后给他留下的萧家暗中隐藏的势力，暗中联络，直接杀到京城，夺得了皇位。他拂过我的长发，多谢阿芝，让我重拾信心。阿芝回京见家人的夙愿也已实现，我已下旨立阿芝为后，还请阿芝与我一同还朝。我心底已经哭成了一片汪洋。我是那意思吗？我啥时候想让你把我带回京城了？我明明就想让你陪我留在东北啊！我恋恋不舍地望向我的菜地。萧玉和把我的脸正过来，以后再陪你来就是了。我瞬间开心，你可要说话算话。他捏了捏我的手，绝不食言。帝后起驾回京，百姓夹道欢送。他们终于不再是初见时的面黄肌瘦，而是精神状态良好。萧玉和几次张嘴问我，阿芝在这里可是真的未曾有过外事？就算真有，朕也不是不可以大度一回，既往不咎。我赶紧捂住他的嘴，再说下去10足都不够猪的。又凑到他耳边，夫君，我听说儋州的椰子挺好吃的，不如下一步我们开发那里。冬天暖和，我们还可以去那过冬。萧玉和拿起百官的花名册，随手指了一个人，就他吧，朕找个机会把他发配去海南。萧玉和视角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幸运的皇子。母后温柔善良，父皇虽然严厉，但对我寄予厚望。娶了个王妃，也是名门贵女，温柔贤淑，把府上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母妃去世那晚，死死地拽住我的手，塞给我一枚兵符，你父皇在我死后必然会对付萧家，这是萧家最后的底牌，母后交给你，若真有那日，父子火拼，不必手软。我总觉得母后是病糊涂了，父皇敬她爱她，怎么可能对付萧家？但母妃死后，一切都变了样子。舅舅家的血淌了一地，白雪都被染成了鲜红色。
我去向父皇求情，父皇却只是冷笑着说：“朕已经忍你们很久了，若非你母妃尚在，朕念及夫妻之情，萧家早就该被挫骨扬灰。至于你，不过是朕制衡萧家的一枚棋子罢了。下一任的帝王身上绝对不能留下萧家血脉。”我心凉了个彻底，终于明白了心死如灰的含义。眼睁睁看着府上的丫鬟小厮一个个离开，我也心如止水，都走吧。走了好，省得被我这个废人连累。令我震惊的是，王妃谢芝一心想跟我去宁古塔，我心底燃起了一丝希望。这天下到底是有个愿意真心待我的人，这等恩情我如何能报？但我已是废人一个，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又哪能管得上他？他一时冲动跟我走了，也一定会有后悔的那一天。我交给他一把匕首，只要他受够了，用这把匕首杀了我，那么父皇一定会念及他的大功一件，从而放他一条生路。我算计了半天，也没算计到谢芝是用那把匕首来杀羊的。手起刀落，他半点没有从前的温婉贤淑，像是换了个人，肆意洒脱，谁也不放在眼里，却又心地善良，能顾及他人的苦难。也许这才是他本来的样子。烤串烤得很丝滑，邻里关系处得也很好。或许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的酒量，一杯酒没下去，他已经醉成个鬼了，搂着我又亲又啃，还问我是谁。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夫君。我听见他嘀嘀咕咕，算了，是谁反正也不重要。这能不重要吗？我咬牙看着挂在我身上的八爪鱼，今天就让你知道我是谁。我本来已经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，母后留给我的兵符我也没打算动它，但是谢芝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明君，百姓需要我这个明君。既然他这么说了，我拼一把又何妨？只是我看着跟百姓打得一团火热的谢芝，不能让他跟我一起去，万一失败，我不能连累他。我成功了，我亲手杀死了我的父皇。我站在他的身前，他愣了一会儿，而后仰天长啸，朕当年就不该留下你这个祸患。我质问他为什么要对我舅舅一家下死手，他却一脸理所应当。你母后与朕伉俪情深，可是外戚势力太大，朕怎么忍？当年朕能登上皇位是你们萧家扶持不假，可你们不该势力越来越大，朕怎么容得下你们？至于你，他看着我，眼底深沉，你小时候朕是真的盼着你出生，可是长大了就意味着朕该退位了，所以朕打压你，对你非打即骂。萧玉和，你我父子兵戎相见是迟早的事情，但你跟朕太像了。你娶了谢家的女儿，谢家是宰相之家，依旧是势力庞大，总有一天你会跟朕一样，忌惮外戚，忌惮谢家，而后又是一个轮回。不会的，我斩钉截铁，我跟你不一样。阿芝说了，我铿锵有力，你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是我却有人君之范。我会让你在天上看着我统领的盛世，也会让你看着我与阿芝白头到老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